你是何人？你这狗尾乞怜的东西，你还有脸在此出现？是你？那方才那人……滚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在此镇上，并非只有你们龙吟城之人。我灵教弟子已将此处团团包围。你若是敢轻举妄动，我保你有命来，没命回。我原以为灵虚阁的大师尊会嫉恶如仇，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会一招毙命，给我个痛快。怎么？纳兰月不许你动我？你不配死在我刀下。何况世间之痛，并非一死那么容易。你还未尝过世间至痛，我岂会就这么让你去见阎王爷？怕是我还没死，你们少阁主就先撑不住了吧？我叫你滚！阿月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暂时还能控制住这个凡世之力。不过眼下，恐怕客栈里面比外面还要危险，我必须要赶快过去才行。你放心，苍吉守在那里，定无闪失。倒是你啊，我们此次龙吟城之计已经奏效。荣敬风已经不敢踏出龙吟城半步，定然是心生畏惧了。讨回公道一事，还需从长计议。明儿你速速跟随我回北荒。这赤花珠之毒，不能忽视。无论如何，都要随我回去。阿月，阿月。你帮我拦着花儿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阿月，你在哪儿？阿月，我答应你，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别做无谓挣扎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不过是想见我小姨一面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我能逃到哪儿去？大师尊命我看住你，若你执意反抗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还能拦得住我？你给我安分点儿，要不是少主有令，我已将千刀万剐，替阁主报仇。反正你们少阁主也不在，要报仇的话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快起来！我要见紫嫣。没想到啊，梅艳，纳兰月和荣华竟会如此的疏忽。这偌大的房间竟无一人看守。你费尽心思，又混进龙吟城，
看见娄茵城陷入危机，你却隔岸观火，你机关算尽，究竟有何图谋？我有何图谋？我有何图谋？我梅家败落至此，什么江湖匪类都能骑在我梅英头上撒野。你告诉我，这口气我如何咽得下？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都要重振我梅家之威。但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所以这捷径便是取代龙吟城。你卑鄙！卑鄙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先前你曾救过我的性命，我本可以饶你不死。但你知道的太多了，唯有死人才可以永远的安静。前辈，怎么回事？老白呢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前辈？子言，小雨，让开！怎么回事？小雨，小雨，怎么会这样？小雨，小雨，子言，你要挺住啊！我不能让你死啊！小雨，这个药一定是有用的，挺住！小雨，怎么回事啊？小雨，子言，小雨，小雨，子言，小雨，怎么了？小雨，小雨，张兰玉，你对子言做了什么啊？之前我们的承诺是什么？你的仇恨在龙吟城啊，不在子言身上。在有迫不得已的苦衷，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啊？阿月，为什么我小姨在这？这一定是误会。我只想要一个解释。
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居然怀疑阿月！你回答我！你回答我！纳兰月，回答我！师傅说，小医是因为心口遭到内力的震慑，才会殒命的。下手之人没有给他一丝活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师傅心痛不已，我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。我想了很久，我还是想来问你一句。刚刚在客栈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、我，一南一北，走到了一起。我们这一路上，为彼此牺牲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？你想清楚没有啊？一旦你问出口，咱俩之间的信任也就破裂了。我也不希望我见到的就是事实啊。只要你否认，我会选择相信，不再生疑。选择相信？之前所有江湖人士都说是我杀了各大门派掌门的时候，你毫不犹豫就站在我这边了。这次你却怀疑我。如果你心里早就认定了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那我说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一直是信你的，只是花海之事，你没有杀那些掌门的动机啊。可是我小姨不同，她去过灵虚阁，你对她……你小姨不同，我对她心存怨恨，我有杀她的动机。你想这样说是吧？之前，所有的江湖人士围堵龙吟城，逼问赤华珠一事的时候，我陪你回的城。面对荣金峰，我有过半丝的猜疑吗？灵虚阁被灭，你被龙吟城的人抓了，我不顾一切的去救你，我有过半分的犹豫吗？还有我娘的事，我为了救你，才发生了让我娘用赤华珠一命抵一命的事情。事后我问过自己无数次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该怎么选择？但我心中的答案永远都是你。无论让我选多少次，我都会选择救你。我纳兰月这一辈子，对于你荣花的感情，永远都不会变。可你呢？
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，不管我怎么愧疚，都无法改变凌虚阁的事实。可是我现在只希望，我希望你平安。只要你平安，你母亲就会心安。江湖上少一些杀戮，就会少一些仇恨。化解仇恨的方式，不是只有你死我活这一条路啊！你说的没错，化解仇恨，讨回公道，有多种方式。但此刻你心中已经对我有了疑心，若非如此，你也不会来质问我，要我否认。可惜，我并非是那种只为报一己私仇的人。我求的始终是天下的公道和正义。这个答案，你和龙应城满意了吧？阿月，我一直是相信你的，只是我害怕你再也不是以前的你了。苍姐啊，准备一个上好的棺木，带几个弟子跟我一起，把紫燕前辈的尸体送到龙吟城。是。南老岳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少在这虚情假意的。紫燕我自会送回龙吟城，我不能让任何人再利用她。干什么？撒手！王八蛋！王八蛋！事情都安排好了吧？一切都依照你的安排，已经安排妥当。好。阿月，拿着。当初说好，我将紫燕带至此处为她医治，现在落到这个局面，我也没有办法向城主交代。倒不如你现在杀了我更干脆。把他给我看好了，这龙吟城养的狗啊，还是要交给他的主子亲自教育教育。师父，哼，好个大蓝月！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，谁知道他也是个卑鄙小人。他有什么资格送紫燕回去啊？啊！我早晚杀了他！师父，你先消消气。现在陆大哥顾及我的颜面，不会再为难我们了。但是你也别再胡言了。眼下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还请师父相助。我胡言？依你的意思，我还不能杀他了？在没有查明真相之前，我们也别下定论了。丫头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我去过小姨的房间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。要是阿月真的要杀小姨的话，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就是偷袭。可是小姨为什么要拼死逃脱那个房间呢？也对呀。
紫嫣即使逃出了客栈，那说明之前一定是有一番搏斗。凭她的身体逃到此处，那说明对方一定是有伤啊。这事儿啊很蹊跷，一定要查明它的真相，给小姨一个交代。依你之见，你怀疑事情的真相，并不像我们所想的这般，还是你根本就是想给纳兰月洗清嫌疑呀？师傅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小姨从小那么疼我，就像母亲一样。再说了，她和阿月都是我非常重要的人，为了他们俩，我也得找着真凶啊！看来你小姨是没白疼你。哦，对了，你刚说有事儿要让我相助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回龙吟城。你回龙吟城？那你爹他……我爹那边，我自然会想办法。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怀疑了阿月，他心里一定很难受。我一定要找到证据，证明他的清白。这事儿啊，只有回到龙吟城才行。现在只有师傅才能帮我了。那你有何计划？当务之急是把阿姐先救出来。丫头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爹待你不同往日，如今紫嫣一走，这城中也是无人扶持，今后的路恐怕会更加的艰难。师傅放心吧，我心里有分寸。小姨的死让我明白，亲情的可贵。现在龙吟城在危难之中，我不想有任何人再受到伤害。这次回去，就算再危险，我都一定要回去。好，丫头，既然你决定，师傅就陪你一起回去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相信上天有眼吗？你的阁主夫人，我的小姨，他们都并非十恶不赦之人，却都先行一步，不得善终。不知是我不够了解你，还是昔日看错了你。你也并非是无情无义之人，居然为了紫嫣做到如此地步。他待我，虽然不似待荣华那般亲，却也是真正关心我之人。我只求问心无愧。我与荣华不同，纳兰月的所作所为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一报还一报，此生由天罢了。今日之事，绝非你们所看到那样，只是阿月不屑解释罢了。若是昔日的纳兰月，自然不可能动手杀人，但他若是遭到反噬成了魔，那一切就不一定了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即便他入地狱，也还是一个人。可荣敬风不一样，他才是魔，是个彻头彻尾没心没肺的魔。陆大哥，我带了师傅来，是想替阿姐疗伤的。她的手要再不治的话，估计就要废了。少夫人既已开口，1周自当顺从。请便，我会守在门口，若有什么需求，开口即可。师傅有劳了。忍着点啊，有点疼。阿姐，我和师傅救你出去，你可想过和我们联手啊？你这是何意？
我要回龙吟城，你我联手，先除了梅影。这次回去，老字堂归师傅，生字堂归我。阿姐还是空字堂的堂主，我不想龙吟城落到其他人的手上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若是你助我逃离，那就等于你背叛了纳兰月。纳兰月已经不是当初的林静了，如今丫头一个人孤立无援，就算是你放你回城，凭你一己之力，你也斗不过梅影。再怎么说，这龙吟城他也姓荣，现在是你们姐妹俩同仇敌忾的时候了。梅影狡猾多端，爹已经被她蒙蔽了，我们不能再放过她了。想不到，你我姐妹竟有联手的一日。胆子倒真是不小啊！就带了这么少的人，还敢来闯我的龙吟城？今日我料你也不敢轻易动手。我堂堂龙吟城主，有何不敢？只不过都是虚张声势罢了。现在紫嫣前辈的尸体在我手上。如果你想让城中弟子都反目的话，大可以开战就是了。好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死者为大，下一次我会亲自为城主准备一副空的棺木抬过来。撤！现在外面无人把守，我和花儿待会儿会自行离开。路上小心，龙吟城见。站住！干什么？庄主！坏了！别走！站住！看来你是下定决心要取我性命。你行事就像下棋那般盲目自信。你以为后门没人防你，我就不会防你吗？你要防着的，可不仅仅是我。阿姐，快走！住手！听我说，他们究竟在菱角发生了什么事？
终究还是选择龙吟城是吗？灵教弟子听令，封锁听风阵。日落之前，一个都不能出去。此地交给我处理，不该伤的人，我定不会伤。正事要紧，切不可耽误。 事到最后，我终还是与凌教站在了对立的两端。阿月，你始终不愿与我解释半句，想必你已经做好了决定，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。 你故意让他误会，又狠心逼他离开，宁可伤他的心，也不愿解释半句。你究竟是为了他，还是为了惩罚你自己啊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是时候该回灵教了。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可你这么做。 你真的不后悔吗？凌虚阁已经不在了，就算做再多事情，都没办法挽回了。你执意于此，真的值得吗？之前啊，我一直认为心怀仇恨无济于事，还一直劝说我娘放下复仇的念头。可我最后换来了什么？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与其让荣化 每天替我担心，倒不如早日断了这份情。毕竟，我们之间还隔着这么多条人命在，也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。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你不也早就断了那份情了吗？ 是，他们现在应该回到龙吟城了吧？你还说呀你？你明知他让玄烨前来接应，还故意拖这些时间，你为何不直接放了他们，还要让管前辈前来陪你演这出戏？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怎么让他死心啊？ 没想到，他能有此番思虑，这事布置也算是周全。恐怕他早有防备之心。唉。 这往后的日子，恐怕更为不易。再见之时，谁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局面？一起加油，兄弟！来日方长，走吧。
孙儿，这次让你受委屈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多谢城主。陆九峰，你老糊涂了，她是你亲闺女啊！这个叛女要是再敢向前一步，你们可杀无论。城主，不可！我荣景峰，从今以后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而我的花儿早死了。花儿，爹，你可以不认我，但是小姨呢？谁为她的死负责？你还有颜面在这儿提你的小姨？你该清楚，你小姨就是被这个纳兰月害死的，而你竟然还……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查明真相，找到凶手。城主，先前荣华为了救我，已跟纳兰月决裂。小姨的仇，我们姐妹二人定会报仇雪恨。所以，看在小姨的面上，先让她进城吧。花儿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进了这扇门，想要回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我哪里还有回头路啊？幸好有你在，这丧仪才能操办得当。若是换做我，定然不会这般细心妥帖。我还记得之前，你和爹爹打点城外，负责江湖之事；我和小姨打理城中之事。虽然我们是亲姐妹，但是向来不太亲近。事实相证，你我从小生长的地方不同，心里所想不同，眼前之路更不同。长此以往，心便越来越远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姨对我们都有养育之恩，就像亲生母亲一样。龙吟城终究是我们荣家的。你是何人？竟敢私闯生字堂！没规矩！我问你话呢。
你不认识我？